好，我们继续讲。接下来呢，我们讲完了 mitochondria， 我们就要开始讲叶绿体。OK， 那叶绿体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的植物里面 ，OK， 动物里面没有。OK， 那这叶子里面呢，你把它看这个 section 就可以看到它很多栅状细胞里面，这个绿绿的里面就是很多叶绿体。OK， 那放大来看呢，这些柱状细胞里面它有 vacuole， 然后有细胞核，然后这些绿绿的地方就是一个一个的叶绿体。那如果你今天看它跟 mitochondria 之间的结构，它其实都是一个很多层细胞膜的一个包器。那但是它第一个比mitochondria 大非常非常多。然后呢，它也是有很多多层膜，它有 outer membrane， 有 inner membrane。然后它的这边里面的这个灰色的地方叫 stroma，OK， 它也有它自己的 DNA， 也有自己的 ribosome。那这个 DNA 呢，跟 mitochondria 不一样，它不会一直粘在 inner membrane 上面，它其实就是也会粘在这些叶绿柄上面，也会粘在这些 inner membrane， 也会留在中间流来流去，它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位置，特别粘在什么地方。好，然后呢，这里面很多的这个叶绿柄呢，就叫 thylakoid， 这上面 membrane 就叫 thylakoid membrane。OK， 好，这边大致上，然后如果今天是看电子显微镜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是可见光的这个植物的细胞，然后这一个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叶绿体。你把它放大来看呢，到叶绿柄的程度，你是没有办法用一般的可见光，一般的这些光学显微镜看到，你要用电子显微镜。所以切片以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一个的饼状的结构，它叠在一起。那一个一个的这个东西叫 thylakoid， 然后叠在一起这个东西叫什么基粒还是什么？基本的基，一粒两粒就叫 grana。OK， 这样子是一个 grana， 不用记中文，就是 thylakoid。OK， 这样去做这些事情。那每一个 lumen 彼此之间呢是没有相连的，它们之间的 lumen 是没有相连的。OK， 好，在这个叶绿体里面，有刚才提到这些 thylakoid 叶绿柄，然后呢，它里面就会进行一个光反应跟所谓的在 stroma 会进行暗反应，在光反应的地方呢，它会进行光合作用，然后呢，它的这些主要一个会需要水，然后最后产生这个 O2。OK， 然后呢，它的目的并不是真的产生 O2， 只是它其中一个 byproduct。OK， 当然它自己也需要一些 O2， 但是这不是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想要长大，它长大它就需要能量，所以这些光产生的能量呢，它最后经过这些光反应以后，它会产生 ATP 跟 NADPH。NADPH DPH 跟这个 NADH 很像，就是植物的一个 electron carrier。OK， 那最后呢，它会用这个方式呢去进行另外一个暗反应，就是固碳的这个事情，就是 carbon fixation 的 cycle。然后它会用这个空气里面 CO2 来当碳的来源，然后就把它固碳下来。然后我们很多的这些食物 sugar 等等都是碳，所以它就会慢慢的用这些把它转换成 sugar 等等，最后它才可以长大。OK， 那只是 byproduct 就是给我们氧气。那这个是 overall 的一个它们产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机制。那为什么它是绿色？就刚才提到它有很多的叶绿素 chlorophyll。OK，chlorophyll 这个就是叶绿素的英文。那 chlorophyll 呢，它是一个 chemical， 它不是蛋白质，它是一个chemical 分子。OK， 那它其实会存在在那一些叶绿柄的 membrane 上面，因为它非常的 hydrophobic。你可以看到它底下灰色的地方就是 hydrophobic 的 tail 在那个地方，然后上面的这些环状结构也是非常 hydrophobic。然后它中间有一个锰离子卡在这个蓝色的环里面，这个蓝色的环呢是一个它可以去吸收光的一个化学结构。OK， 然后呢，它特别这些 chlorophyll 叶绿素呢特别喜欢吸收这400多蓝色或者紫色的光，然后或是这些远红外光。它中间这些颜色的光，它其实不喜欢吸收的。OK， 你可以把它，我这边要给大家一个概念 ，chlorophyll 叶绿素就是一个荧光的分子，它会去吸收特定波长的光，再发出另外一个特定波长的光。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这个概念 ，OK？ 但它喜欢的一般的荧光分子是只有一个 peak， 没有，它是有2个 peak。它有一些人会喜欢接受远红外光啊，有些这些它也会喜欢接受这一些紫色、蓝色，不是这些中间的光。这也是为什么对这些 chlorophyll 来说呢，它不喜欢吸收的光就会反弹回去，因为没办法吸起来。这是为什么它们看起来是绿色的原因。这个你们国中、高中都学过 ，OK？ 好，那
回顾一下当初我提到那个荧光分子发光的机制是什么？你今天会有现一个波长的光打到它以后，你现在把这个当成就是 chlorophyll 的 molecule， 它会有一个基态 ground state， 它就变成是 excited state，OK？然后这电子就会变得比较高能阶，它就 unstable， 所以它又是想要回来 ground state。它下来的时候，它会用另外一个 photon，就是另外一个荧光，一个波长的光。如果一个特定波长光就是一个荧光 ，OK， 这样子出去，然后还会有一些 heat，OK， 所以你就是打一个比较短波长的光，就会这些 chlorophyll 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长一点波长的光 ，OK， 类似这样的概念。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这个地方，在叶绿柄上面，叶绿柄的膜 ，OK， 那个膜上面，你会有很多什么东西？会有 light harvesting antenna complex 这一坨东西呢，就是一堆蛋白质，然后还有一堆叶绿素，都在这边。每次我以前上普通生物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边在讲什么，然后他就会在那边啾，然后就结束了。然后这边还有2个人会莫名其妙可以吸收那个啾，然后最后就可以变成一个电子，我都不知道那边在讲什么。然后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是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讲，所以我后来现在非常是我的理解，我觉得会比较，对我来说会比较清楚。OK，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蛋白质，然后很多叶绿素，然后呢，那些叶绿素是荧光分子，所以它的那些蓝色的那个环状的那个结构就会去吸收这些波长的光，然后就是用这个机制，然后它会再打出另外一个波长的光。这中间它的能量会一直这样传递，一直传递下去，在里面很多个叶绿素一直传递下去。OK， 那传递的呢不是电子哦，不是电子，我再要讲3次，因为我们之前就学了很多，你的电子一直传递下去，一直传递下去，粒线体就一直传，这边不是电子，这边传下去的是光。你今天接受了一个 excitation light 以后，你会有另外一个 emission light， 你的 emission light 就会照到你旁边的叶绿素，然后你那个 emission light 又可以当成它的 excitation light， 所以你是不断的慢慢一直这样传递下去，所以你的波长一路传递过去的时候，波长就会越来越长，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激发光，你这个光打下去的光，它吸收的光跟它发散出来的光，那个波长都会再长一点，所以它就会不断一直传下去，传到最后，我们常常会讲有一个 spatial 的 pair， 它会去接收所有人的能量起来。那为什么它会去接收所有人的能量？是因为它只能够吸收那个很长波长的光，它没有办法。你今天就会这样子激发了以后呢，它就慢慢再往右推一点，它就会打出稍微长一点波长的光，最后吸收完，最后它能够吸收这个，它再打出来已经没有人可以吸收了，它就是最长波长的那个人。这叶绿素再长波长，它是没有办法吸收，所以它就是最后接受的那个人。听得懂我意思吗？所以他们吸收波长，你可以看到这边是650到700，OK？那2个 spatial pair 接收这附近所有的这些 light harvesting antenna complex 叶绿素的最后2个 spatial pair， 它会在一个所谓的 reaction 的 center 里面，你们以前有学过有 photosystem 1跟 photosystem 2。photosystem 2呢喜欢接收680 nanometer 光，这是为什么？它叫 P680， 波长够长了吧？再下去已经没有它可能还会激发出可能700的光，可是没有其他叶绿素可以接受700的光，所以它就最后那一位，后面没人接，好吗？那如果现在 photosystem 1呢，它是最喜欢700 nanometer 的光，所以它叫 P700。OK，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中间运送的都是在那边光照来照去，光照来照去，然后最后就会是最后他就接收最长波长的那个人。OK， 这是他怎么样所以或者换句话说，你今天不见得一定要用最短波长的光照到它开始启动这个系统，它也可以去吸收别的波长的光，反正最后都会慢慢的波长越来越长，然后被这2个人所接收吸起来。吸起来以后呢，这2个人会很特别，他可以做别的事情 ，OK， 所以它叫 spatial pair。但其他人呢，就是不断的照一个光，再放出另外一个光，然后去照他隔壁的朋友，然后慢慢的把这所有的不同 spectrum 吸收起来，然后传递给这个人。但是这边就会碰到一个问题，什么？我刚才是不是提到荧光是你接受一个光，然后再发出另外一个波长长一点点的光 ，right？
那你就会碰到一个问题，我刚才是不是提到叶绿素它只会吸收这边的光啊，这边它不吸收啊，所以它会传不下去，它传到这边会卡住，因为叶绿素你这个地方你再打这个光，没有人可以吸收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只能够用蓝光这些去吸收你叶绿素，然后比如说你今天打这个光，那一颗叶绿素打400的光，它就会打出来一个415的光，它旁边的那个人还可以去接受415的光，然后那个人接受415的光，他就再打出430的光，再过去就没人可以接，因为这中间有一个断层，懂我意思吗？它叶绿素是没有办法接收的，那它这光要怎么传下去？答案是，因为除了叶绿素，还有别的素，还有胡萝卜素，还有一堆有的没的素在那个地方。我不会去考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有这个概念，就是他喜欢的 spectrum 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中间他们不能只有叶绿素，只有叶绿素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最后传递给那个 spatial pair 的。OK， 就是因为有其他的这些胡萝卜素啊等等这些，我也不会去背这个，把这 spectrum 全部都 cover 起来了，所以它就可以去接收叶绿素打出来的那个，不能讲激发光，就是它打出来那个光，然后最后再传递下去给最后那个 spatial pair。OK， 所以你今天把它想象成一个概念是什么？你今天有一个不同波长的光，然后有一群可以去接收蓝光的人，然后它会打出来绿光，然后再打出来黄光，然后最后会接受的是红色的这一群人，那就是 spatial pair 会在那边，他们就是用荧光的概念。你们慢慢就知道为什么我第一堂课要教 super resolution microscopy， 你们觉得莫名其妙讲那些原理，因为在生物上面很多的时候也是用到这些原理。OK， 所以那个咻咻咻咻咻，那个是光，好吗？然后它就会用不一样的光，最后慢慢的全部收集，而且它可以收各式各样不一样波长的光，非常的厉害。OK，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 spatial pair 的地方呢，它就吸收到所有的光的能量，从短波长一直到最长波长都会被它吸收下来。然后呢，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它今天被刺激了以后，它的电子呢会变成是excited state， 然后它旁边呢有一个人，有一个 chemical 一直在旁边等。如果你今天电子不稳定的时候，你就被它拿走，所以它就会马上被一个拿。这一个就是它旁边就有一个 electron carrier， 就黏在它旁边，在那个 spatial pair 旁。如果它一不稳定，就被拿走。OK， 所以它电子就会拿走。OK， 电子拿走的那一个 moment 呢，它就会失去一个电子，就带正电。可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会有别人在填补它失去的那个电子。OK， 然后这个他已经把它抢走带有高能那个电子的 electron carrier 就会继续传递下去。这个就是 photosystem 把它转换成化学能的一个作用的方式。它最后的能量传递出去了这个 reaction center 还是靠电子，可是在这个 photosystem 里面的这些事情呢，其实是靠光去那边传递。OK，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它这个chlorophyll 这两个 spatial pair， 这个是 spatial pair 的 chlorophyll， 它里面本来有一个电子，它旁边呢一直会粘着一个东西 electron carrier 叫 plastoquinine， 就会粘在这个地方。这个投影不是很清楚，这边是一个 plastoquinine， 然后这个是 chlorophyll， 它就会直接它变得不稳定的时候，就会提供给这个 plastoquinine。OK， 那 lost 掉这个电子的时候呢，它旁边这个 reaction center 旁边有一个 water splitting 的 enzyme， 它里面有一个这个锰的离子会参与在这件事情里面。它 water splitting 会把这个水分成氢跟氧，然后它就提供电子。这个电子呢，锰是可以让它这个电子可以慢慢 gradually 的接收起来，然后最后传递下去，不会让它马上就跑去别的地方。锰离子 involve 在这个地方，然后最后它就提供这个失去掉电子的这个 spatial pair。OK， 那它就可以再进行下一次又在接受这些光的时候，它要被变成 unstable 的 excited state， 然后又被这个人抢走，然后就传递下去了。OK， 好，那它传递下去呢？这是 photosystem 2。OK， 我刚才提到有 photosystem 1跟2，原因为什么 1跟2是谁先发现的？先发现那个就叫 photosystem 1，这个是后发现的 photosystem 2。但其实你如果以波长来看的话，
应该 photosystem 2是在整个光反应里面是比较早发生的。OK， 好，那它打了光以后呢，这些光一直照来照去，最后它吸收了最长波长的光，然后激发了它的电子，然后传递给到 plastoquinone。这一件事情 ，plastoquinone 从这个地方传过来是不需要靠能量，这些 electron carrier 在那个 electron diffuser 不需要靠能量。OK， 然后呢，它传递给这个 cytochrome B6F complex 的时候，它就可以用这个能量呢，pump proton 到 thylakoid 的 space。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不叫 thylakoid 的 lumen， 反正它就叫 thylakoid 的 space。OK， 所以你的 thylakoid 那个柄里面呢 ，proton 的 concentration 是高的，它的 electron chemical gradient 是高的。OK， 那接下来呢，这个 thylakoid 的 member 上面又有 ATP synthase， 它就可以类似用同样的方式呢，靠这个 electron chemical gradient 的 proton 的 electron chemical gradient 就流出来以后，它就可以在 stroma 这个地方呢，把 ATP 跟 inorganic phosphate 呢，就有那个转 OTL， 然后变成 ATP。OK， 这是 photosystem 2。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电子飞走了，对不对？它没有浪费，它到时候会跑去给 photosystem 1去使用。OK， 好，我们来看一下 photosystem 1。那 photosystem 1呢，也很像，它一样有这些旁边的这些很多叶绿素会去接受不同波长的光，最后会给这个 spatial pair 一样，它也会 loss 掉一个电子。OK， 这个电子呢会直接传给另外一个electron carrier 叫 ferredoxin。OK， 这个 FD， 然后呢这个 FD 呢它就会把这个电子传给这个 ferredoxin NADP reductase， 然后它就会把 NADP plus 变成 NADPH。所以你在所以最后它这个地方是 photosystem 1去作用的这些方式。然后这个电子 loss 掉的呢，其实它就是刚才我们把它两个综合在一起看。刚才 photosystem 1它是不是少掉一个电子？这个电子就是刚才的这个传递出来的这个 photosystem 2释放出来那个电子，然后它会传递给一个人叫 plastocyanin。这个 plastocyanin 就会放到这个地方，然后补充了 photosystem 1少掉那个电子，所以那一路的电子从这个地方过来，然后再传递给它，然后再一路过来到这个地方。那这两个人呢 ，photosystem 2主要的产生能量的方式呢，是靠制造 proton 的 gradient， 然后最后用 ATP synthase 去产生的。photosystem 1主要是靠这个 FNR 这个 enzyme 把 NADP plus 变成 NADPH， 它们两个产生能量的作用其实是不一样的。OK， 好，那 again 这个东西呢，粘到这个地方来，或者这个 FD 呢，它是不需要花能量，它就只是在那边跑来跑去。OK， 那接下来呢，很快的看一下它的 energy 的变化怎么样。所以 photosystem 1它会经由这些光一直吸这些光，所以把这些电子呢可以激发到比较 excited 的 state， 它就比较高。然后这个电子补充是从哪里来？就是一个 water splitting， 在那个 spatial pair 旁边的 water splitting 的这个 enzyme， 它可以用水变成氢跟氧，然后最后补充它这个电子。或是说，你也可以说那个电子是从那个水来的 ，OK？ 因为它就粘上去，然后它就充能，充能以后呢，它传递给这个 plastoquinone， 然后呢再传给这个 cytochrome B6F complex， 它是一个 proton pump， 它就不断 pump 出去，然后制造了一个 ATP 的 gradient， 最后就可以用 ATP synthase 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呢，这个电子还可以再继续传用这个 plastocyanin， 继续传给 photosystem 1的这个 spatial pair， 然后补充它 loss 掉的那个电子，然后它就一样的用他们的 light harvesting antenna complex 去充能了以后，然后最后再传递给 ferredoxin， 然后再传给 FNR， 然后最后用这个 NAD plus 跟 NAD 制造成 NADPH。这张图也是错的，什么地方错？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吗？来，电子传给对，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它传给它掉下来，莫名其妙乱画，它应该是要这样子 ，plastoquinone 是在这个地方 ，right？ 然后这个 cytochrome B6F complex 才掉下来嘛，
然后才变 P 这个 pleistocyanin 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才会上去，然后 ferredoxin 也应该是平的，然后到这个 FNR 才会掉下来，这个是乱画 ，OK， 我觉得它不应该这样画，这是 make sense，OK，、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但基本上我还是不要这么样的打脸教科书，所以你们知道那是错的就好，对，不要在那边自以为是。我觉得你自己想他是不是画错嘛，对不对 ？OK， 呀、但考试这个地方我不会刻意去强调。好，我们来看一下 video。 The chemical reactions of photosynthesis occur within plant cells in specialized structures known as chloroplasts. Photosynthesis consists of two sets of reactions, the light-dependent reactions and the Calvin cycle. Within the chloroplast are small disc-like structures called thylakoids, which are surrounded by a fluid-filled space called the stroma. The reactions that synthesize glucose, the Calvin cycle, occur in the stroma. The light-dependent reactions occur in the thylakoid. It is here that conversion of light energy to chemical energy is initiated. In most photosynthetic organisms, thylakoids contain pairs of photosystems, called photosystem 1 and photosystem 2, that work in tandem to produce the energy that will later be used in the stroma to manufacture sugars. The photosystems of the thylakoid consist of a network of accessory pigment molecules and chlorophyll, the molecules that absorb the photons of light. Within the pigment molecules, the absorbed light energy excites electrons to a higher state. Photosystems will channel the excitation energy gathered by the pigment molecules to a reaction center chlorophyll molecule, which will then pass the electrons to a series of proteins located on the thylakoid membrane. Photons of light strike photosystems 1 and 2 simultaneously. We will examine what happens with the photons striking photosystem 2 first. The energized electrons are passed from the reaction center of photosystem 2 to an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The electrons lost by photosystem 2 are replaced by a process called photolysis, which involves the oxidation of a water molecule producing free electrons and oxygen gas. While this oxygen gas is a byproduct of photosynthesis, it is an important input to the cellular respiration pathways. As electrons pass through the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the energy from the electron is used to pump hydrogen ions from the stroma to the thylakoid, creating a concentration gradient. This gradient powers a protein called ATP synthase, which phosphorylates ADP to form ATP. The low-energy electrons leaving photosystem 2 are shuttled to photosystem 1. Within photosystem 1, low-energy electrons are re-energized and are passed through an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where they are used to reduce the electron carrier NADP+ to NADPH.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photosystem 1，photosystem 2跟 photosystem 1它一起作用，所以最后呢，它就会去产生出来 ATP 跟 NADPH。OK， 这就富含能量两种形式。然后呢，它就在同样的在叶绿体里面呢，就可以开始做 carbon fixation cycle。那它的碳的来源是 CO2。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carbon fixation 的 cycle 或是 Kelvin cycle。OK， 第一个呢就会是它碳，我刚才提到它碳的来源是这个 CO2， 然后它会跟另外一个因为它是 cycle， 所以它一定是跟这个人结合 ，right？RUBP 是一个五碳糖的结构，所以呢它会3个 CO2 跟3个 RUBP 结合在一起，所以它结合了以后，它会变成3个6碳糖 ，OK？ 但这中间过程呢，它会把这3个6碳糖变成2个3碳糖。OK， 不是，我讲错了，3个6碳糖变成6个3碳糖，它就把它拆解开来，然后变成 split 开来，变成6个3碳糖。然后呢，接下来就靠 ATP 这个从光合作用来的 ATP 跟 NADPH， 慢慢的进行不一样的这些
化学结构的改变，最后它就变成 G3P， 就是一个我们上次提到你 G3P 要做这 gluconeogenesis 的一个很早的一个原料也是 G3P，OK， 它慢慢的呢就会慢慢变成一个 sugar，OK， 但是它这边其实只有一个，刚才是有6个三碳糖，只有一个的三碳糖会拿来做成 G3P， 到最后变 sugar， 剩5个会变成这个地方的5个三碳糖，它又在这边又需要 ATP 变成3个的5碳糖，就会变成 RUBP。OK， 而且是需要让跟3个的这 CO2 要结合在一起，所以它需要耗很大量的 CO2 跟这些事情，最后它才可以慢慢的去非常非常辛苦才可以去形成它的 sugar，OK 的这些原料。那因为它们生成以后，它们很多时候就会直接储存在它们生成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粒线体里面可以看到这圆圆的就是 granule starch 的 granule， 就淀粉粒就会直接在这个地方储存起来。那它就是一个很长链的一个 sugar， 如果它需要用的时候，它就要把它切断，变成小的小的 sugar 以后，它才可以 release 到其他地方去做运用。OK， 好，所以这边再给大家看暗反应这个地方。When the chloroplast is receiving a steady supply of photons, NADPH and ATP molecules are rapidly being provided to the metabolic pathways in the stroma. Therefore, the ATP and NADPH formed during the light-dependent reactions are used in the stroma to fuel the Calvin cycle reactions. The Calvin cycle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reactions that reduce carbon dioxide to produce the carbohydrate glyceraldehyde 3-phosphate. The cycle consists of 3 steps, the first of which is carbon fixation. In this step, carbon dioxide is attached to ribulose 1,5-bisphosphate, resulting in a 6-carbon molecule that splits into 2 3-carbon molecules. The second step is a sequence of reactions using electrons from NADPH and some of the ATP to reduce carbon dioxide. In the final step, ribulose 1,5-bisphosphate is regenerated. For every 3 turns of the cycle, 5 molecules of glyceraldehyde 3-phosphate are used to reform 3 molecules of ribulose 1,5-bisphosphate. The remaining glyceraldehyde 3-phosphate is then used to make glucose, fatty acids, or glycerol. It takes 2 molecules of glyceraldehyde 3-phosphate to make 1 molecule of glucose phosphate. Thus, the Calvin cycle has to run 6 times to produce 1 molecule of glucose. These molecules can remove their phosphate and add fructose to form sucrose, the molecule plants use to transport carbohydrates throughout their system. Glucose phosphate is also the starting molecule for the synthesis of starch and cellulose. Plants produce sugars to use as storage molecules and structural components for their own benefit. OK， 好，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enzyme 会结合这个3个 CO2， 然后跟这个 RUBP 就 Rubisco。OK， 这是一个植物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enzyme， 它会去做这个固碳作用。所以，但是这个 enzyme 呢，即便虽然这么重要，但是它是一个效率极差的一个 enzyme， 非常非常烂。它固碳的效果非常非常烂，所以原因有很多。第一个 CO2 它是一个气体，它不溶于水，所以一个气体你很难我们通常这些 protein 这些 enzyme 它比较容易跟流动的这些东西可以去把它抓住，可以去跟它接触。如果今天是一个气体的话，它抓不住它就流掉，它就流掉。OK， 这 CO2 没有办法溶在气体里面，这是为什么我们喝那个汽水的时候，喝完你就打一个很大的嗝。Right， 因为它就变成气体，然后喷出来，所以你就打一个很大的嗝。OK，again， 就 CO2 它是不溶于水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你一个 protein 它那进出，你就是很难 keep 住你附近的浓度要足够高的这些 CO2。当然有很多植物它会发展不一样的方法，比如说我们通常来说在我们身体里面会用一些 enzyme， 它会把它变成 HCO3。OK， 那样子就会溶于水，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但是overall 就效率还是非常不好。
所以植物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它就表现超级大量的 Rubisco， 在细胞里面它就有非常多 Rubisco， 希望可以做这件事情，的确是有效的。你如果今天科学家让它的 Rubisco 大量的表现的时候，你可以改善10% 左右，这样子固碳的这些效果。这个有非常好的效果是什么？第一个，你可以固碳，可以解决温室气体 ，right？ CO2 可以减少。第二个什么？可以解决粮食危机，你解决一个 enzyme 的问题，它只要一点点 CO2， 它就可以产生更多的 sugar， 你的植物就会长得更好啊。它们就疯狂长 ，OK， 你就可以去解决很多这些耕种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关键需要去解决的一个 enzyme， 但是它有很多的限制。对，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现在就尝试的，比如说他可能要放一些 mutant， 或是从不一样生物身上找到有没有更厉害的 Rubisco，OK， 但是就没这么简单，因为刚才你没有办法突破这个物理的问题，就是 CO2 它不容易，而且 Rubisco 还会跟氧气也喜欢粘在一起，所以它们彼此会竞争。如果你今天氧气很多的时候，它就不喜欢粘 CO2，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很困难的方式。现在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大量表现 Rubisco。OK， 这是其中一个他们科学家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所以最后呢，这些我们的净反应什么，在叶绿体里面它会需要水 ，OK， 因为它是要 water splitting， 它才会提供那个电子给 lost 掉电子的那个 photosystem 2的那个 spatial pair 那个可怜虫 ，OK， 然后它才可以继续做下去。然后呢，它也会产生很多的氧气 ，OK。然后这中间就会产生很多 NADPH 跟这个 ATP，然后这个 carbon fixation cycle 它可以固碳，把 CO2 固定下来，然后变成 sugar。然后如果要储存起来，它可以变成 starch。那这个 sugar 呢，其实它就可以 release 跑到叶绿体外面，然后它可以一样也可以像，因为它没有办法吃食物，所以它的 sugar 就像我们的 glycolysis 等等，它可以做这些事情，然后再进行到我们之前学在动物细胞里面的 C3AC cycle 啊，然后变成 NADPH。然后再进行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最后产生 ATP， 它才可以长大。OK， 所以这个叶绿体跟粒线体彼此之间还是要不断的一直co-work，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那我顺便问大家一下人体里面为什么不能有叶绿体？人体里面可不可以有叶绿体？你们不是常常都讲那个我如果有叶绿体，我就不需要吃东西，我就可以直接照光就可以了。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好，那答案我刚才讲了不行嘛？那你们觉得会碰到什么问题？为什么人体里面不能有叶绿体？为什么？你们真的很怕讲错。叶绿素不能遇到氧气。叶绿素不能遇到氧气，什么意思？为什么叶绿素不能遇到氧气？叶绿素会碰到氧气啊，氧气到处都是。来，太深层的细胞，那我们可以表皮有叶绿体就好了，对，就变那个，有没有七龙珠？你们有听过吗？有吧？有看过那个比克有没有？就变绿人，好绿巨人浩克啊，对不对？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早就有人体表是绿的啊，就有叶绿体，就不行。还有没有人要尝试回答？ OK， 第一个，你进行这些东西，它会产生非常大量的氧化压力。动物细胞somehow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比植物细胞很不耐。你有氧化压力，这些 free radical 几小时那个细胞就死掉了。OK， 所以你虽然会产生能量，但是会产生非常大量的氧化压力。然后那个动物细胞在几十个，因为我们在拍显微镜的时候，我们不是一直在照那个荧光吗？ 我们在拍显微镜拍那个活细胞，我们如果拍长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拍那个荧光细胞，它就会产生很多 free， 那细胞就死了，有够贱的，超容易死的，超烦。对，你可以感受到我的怨念在这里面。然后没有荧光的细胞是不会死，我照那些光不会死，所以这些一堆荧光在那里面呢，它就会产生出很多 free radical， 你细胞很快动物细胞就死掉，这一点。OK， 第二点是什么？叶绿体要产生那些所有的 membrane protein。 它部分是来自叶绿体的 DNA， 也部分来自植物细胞核的 DNA。所以，即便它可以存活下来，你不照光，因为我就不照光，我就留在那一些动物细胞里。我不照光，你拿我怎么样？我就不会产生 free radical，right？ 对，它可以留存在那个地方。可是，细胞在分裂的时候，一直分裂，
以后呢，过一段时间以后，它要再生成新的叶绿体，它没有办法生成新的叶绿体。你最后某一代的子细胞，它的孙子或孙孙曾孙子，它就是没办法再生成新的叶绿体，最后它就不会有叶绿体。OK，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身上不会有叶绿体。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就像粒线体，它有很多是核的 DNA 来的，然后有一点点是粒线体的。叶绿体一样也是要植物的 DNA， 所以你还同时需要有植物的 DNA 细胞核进来。那你未来会变成什么样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对，呀，那个我通常学生问说，那如果注入植物的细胞核到动物细胞里面会怎么样？我说实在不知道，我就讲这违反学术伦理，对，来糊弄过去。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吗？好，开始考试。